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首先要先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，因为太多影片需要剪辑，来不及把2022年旅游的影片一一发布。这一集我们来到了德国的路德维希堡宫。旺季期间，公园的开放时间为早上7点30分至晚上8点30分，成人票价为10欧元，小孩则是4.8欧元。公元1704年，福腾堡公爵路德维希在这里建造一座王宫，城市围绕王宫四周开始发展，因而得名。城市至今保持着当年风貌。建于1704到1733年的王宫，是欧洲至今保存最完美的巴洛克式宫殿园林，有各种厅房，内部以巴洛克式、洛可可式的不同风格加以装饰，极尽豪华。宫殿的南北布置了花园，这些花园在卡尔欧根公爵的领导下进行了扩建和重新设计。东花园于1797年在弗里德里希2世公爵的领导下创建，这里每年举行一次音乐烟花表演。此外，秋天的世界上最大的南瓜展就在这举办，传统节日还会举办一些活动，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哦。这里是东园，这里像是国王的私属蜜花园，除了有花园，还有很多游乐设施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，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火烈鸟。撒丁岛花园是一个150乘30米的自由飞行鸟舍，饲养着火烈鸟、猪鹿、鹳和野鸭等。游客可以与生物面对面接触，鸟儿可以在高达15米的鸟舍中自由飞翔。这条小路穿过新石器时代的大门，经过长满苔藓和地衣的干石墙，石洞里还配有灯光和音乐，地面上还有一条小水渠贯穿整个山洞。开门走不远就能看到这喷泉了。在这美丽的花园里漫步，享受大自然，真的很舒服。公园内种植有薰衣草，靠近时会嗅到很香的花香。这里也记载着大多数德国人的童话记忆所在，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得到乐趣，有小轨道可以乘坐，还有一些童话里的一些经典场景，汉塞尔和格莱特、狼和7个小孩、灰姑娘、会说话的鹦鹉从袋子里伸出来，只有小人物在这里很幸运，蘑菇配童话歌曲，摇钱树及赫尔达母亲等。这巨人歌利亚，当你敲他的城堡大门，并会发出以下威胁的咆哮声，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。我是巨人歌利亚，现在我厌倦了你的敲门声，再吵，我就把你关在这城堡里。大声地叫出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！长发公主之塔 Image 塔被改造成囚禁 Rapunzel 的塔，孩子们被要求喊出 Rapunzel 放下你的辫子，然后一根带发弓的结实的绳子就会从上面垂下来。这是童话故事睡美人的经典场景。睡美人是一个王后所诞下的孩子，王后非常高兴，邀请了人类和仙子族的各方好友前来盛宴，却没有邀请邪恶的仙子卡拉波斯，所以她就不请自来，以公主会被纺织机的纺锤刺、破手指而丧命的诅咒作为礼物。幸儿子丁香仙子为献上祝福，她把坏仙子的毒咒缓解，使公主不会死掉，但公主仍会沉睡，直至有一个真心爱慕公主的人前来献上亲吻，公主才会醒过来。于是国王下令禁止使用纺锤。然而公主15、16岁那年，正好在一座古塔中碰到了一个正在用纺锤纺线的老婆子，公主一挨着纺锤即倒在了地上。诅咒成真，公主一直在林中沉睡，四周的藤蔓金条成为公主睡床的帘帐。年复一年的过去，直至有一天，
一个年轻的王子路过，兑现了仙子的祝福，把公主吻醒。城堡中的所有人都苏醒过来，继续做着原先没做完的事情。自此，王子公主就过着幸福的生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童话故事场景等待你们来发掘哦。之后，我们到城市中心的步行街找了一家意大利餐厅吃午餐。这真的是一家不错的意大利餐厅，还会继续光顾。这一餐我们一共消费了55欧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。点击右上角观看我其他欧洲游的影片，我们下影片见，拜拜。